作为一个医生，首先要有人心，其次才谈得上人数。一个没有良心的人，一个心术不正的人，他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。至于刚才霍思淼医生提到的，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同志温暖一点，这很好。我的想法是制度是死的，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。上帝他是不会掷骰子的，今天轮到你，明天轮到他。我们能做的，不是去要求他人的品质没有瑕疵，而是我们如何磨练自己，变得更加坚强。作为一个名医，一代宗师，如果这点委屈都承受不了，我们怎么才能去承载生命之重任呢？好了，散会。我有很多优秀的学生，他们的技术可能是一流的，他们的智商可能是卓越的，可是他们就差了那么一点点东西。我更珍惜我们留下来的这支团队，你们去伪存真，流沙沉金，你们比金子还可贵，你们是钻石。虽然有的人的天资比我们好，可是他们没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，就是因为他们差了那么一点点东西。可你们有，这就是信念。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人，才能在我们这儿经受各种打击和磨难之后而无怨无悔。你们这些人，最后的墓志铭上一定会刻上2个字：英雄。作为一个医生，首先要有人心，其次才能谈得上人数。一个没有良心的人，一个心术不正的人，他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。我们能做的，不是去要求他人的品质没有瑕疵，而是我们如何磨练自己，变得更加坚强。医生就是成就英雄的行业，生命就是我们所承载的天降大任。当你选择读医科的那一刹那，你就要明白你所踏上的是怎样一个征途。如果这点委屈都承受不了，我们怎么才能去承载生命之重任呢？郑医生下班啦？啊，我来接小磊，你们看见他了吗？在里面呢。我打算去吃小龙虾吧，吃啥了？这里有人家有人骗
还没走啊？啊，哎，等小先走吧。好，我说我打坐，你信吗？帅哥，能不能给我一下你的电话号码？可以啊，别让我女朋友知道就行啊。去你的！你干嘛呢？你难得不上夜班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但是你别问我去哪儿 ，OK？ 好吧，走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公交车站啊。去什么公交车站呀？有车，走。啊？你有车啊？那是啊。啊？去你的！不知道我有车啊？我怎么知道？哇！你上班还带司机的？这才是我的车。走。1、2、3，唱。舒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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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飞机的舒克。贝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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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坦克的贝塔。我好喜欢例会，加上日落前出医院大门啊！我答应你，5年以内啊，一定好好努力，挣出辆车来，天天接你上下班，好不好啊？才不要呢！我喜欢在你后面的感觉。抱紧点儿。嗯，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去发泄一下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。真的？张小磊，啊！我爱你！嘿，我就说这地儿来手术室奋战的，舍你其谁嘛？没办法，下午开会，只能把手术时间安排到现在。这两天一到手术室就想起古超华，你说以前多好，一个战壕的战友多阳光，现在倒好，叛徒黑我。你知道快乐生活的秘诀是什么吗？讲讲呗。公正客观。你如果总是从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，都会是对自己的不公。你试着从病患的角度去考虑一下，想想他们躺在手术台上，命在我们的手上，自己又有多少决定权呢？告我们的毕竟是少数，大部分是不告的。而这些不告我们的病患，他们的手术做得怎么样，只有我们最清楚。自己做医生的都知道，一天开4、5个刀，有些呢效果是出乎意料的好，可有些就不尽如人意。这跟你的心情、一念之差，还有你的体力都有关系。可病人并不知道这些，我们其实很明白，有些手术的结果不理想，但病患一样的接受了。生活啊，不能总是占便宜，吃亏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想开点，想开了就没那么烦了。说得好，此处有掌声。有品。下一台。小霍，我现在有5分钟见不着你，都觉得别扭。病房有你，手术室还有你，你快成24小时医院的全天候了。是我基本上属于嫁给云山医院了。当时要不是手欠的话，这特殊刑户的倒霉差事也不会轮到我，万分后悔。那你要再这么熬个3、5、7年，护士长也没当成，再把嫁人耽误了，你不沮丧吗？不会，我不会沮丧。只要我碰到那个跟我有共同语言，能让我当护士长的男人，那我这辈子就值了。啊？你要嫁主任啊？他有老婆？别告诉他啊！好，给你保密。
来，怎么样？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说好了来发泄一下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嘛。可是我根本就不会玩啊！只要这儿允许的话，3岁的小孩都会。我教你，走。嚯，今天这早不了了，水滴看起来比较硬。就这一点比较硬，也做得差不多了。其他地方我刚都试过，很软，3下5除2的事儿。升级，怎么样？情绪好点没有？向你学习，我已经修炼的没情绪了。可开会的时候，没看出你是个没情绪的人。那也不能人人都像你一样的高风亮节。是啊，你不能人人都像你一样的。要人都像你这样的话，那咱们医院第一不会有任何医患纠纷，第二不用大会小会的开了。借一下。其实我并不是说自己思想境界有多高，我只是双重身份罢了。在咱们医院，在手术台上我是医生，带着楠楠四处求医的时候，我就是患者。只不过是比你们多体验了一下患者的心情。谭红姐，虽然我是有专业知识的，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够带着楠楠多看几家医院，多听一些医生说，可以仔细的筛选一下，选择我们认为是最正确的。我是干医生的，知道这个职业有多主观，大多是靠的个人经验。来，谭红姐，一个不小心啊，就容易判错的。面对生命，再小心也不为过。你看，瞧瞧人家那速度，人家那身手，再看看你，就他这个速度有我快，你别胡说八道，金阳。人家比你快好多，好不好？靠，我第一次玩这卡丁车耶。好玩吗？哎呦，最让人感觉特别嗨，你知道吗？就开起来的时候那样，心情一下好了很多吧？巨嗨无比。可是刚才我一边开的时候，我还在想一个问题：你说那个主任为什么还在给咱们扣帽子呀？他自己是一代名医、一代宗师，凭什么要求咱们也像他那样？谁能成为他那样的英雄？话可不能这么说吧。主任在今天在我们科里的地位都这么至高无上，原因就是他在关键时刻还是个顾全大局的人。那科里还有那么多事儿呢，你说，比如说这个罚钱的问题，我觉得很不合理嘛。咱们本来拿的钱就不多，他再罚点儿，咱们还剩多少？你说到罚钱这个问题吧，你比如说古超华被罚吧，他一个大男人8000块钱的气都咽不下，还要拿自己的一辈子去报复，那像一个医生吗？我觉得干律师确实比较适合他。我觉得他不光是因为8000块钱，肯定还有那个职称的问题，这个对他医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。他就是再重要，也不能调转枪头冲着自己同事吧，这是仗不仗义的问题。报复是有界限的，报复也不能给人带来快感。真正的快感来源于什么呢？来源于，当你有了报复的能力的时候，而你选择了宽容。一个男人在关键时刻还是要懂得隐忍，懂得顾全大局，像我一样。得了吧，歇菜吧啊！我不同意你的观点，我觉得该出手时就出手。你说，要是什么都忍的话，那别人全都欺负你了，那时候你怎么办呀？所以我支持古超华，我觉得他做的是对的。行，你支持古超华，我支持你，好吧？反正你在追我的时候，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了。谁追谁啊？你早就暗恋我。你追我，谁当时对我暗情？谁暗恋我？早就感觉你暗恋我了，了好吗？你不追我，你送我卡子干嘛呀？亲亲我。哎，我凭什么要亲你？你说你干嘛亲我？你喜欢我？哎，去你的！你先追着我好不好？好吧，好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好吧。现在给你2个选择，要么回家，要么就把钱包。干嘛呀？再玩2圈。就你这个烂水平，我现在就让你看看，咱俩到底谁追谁。走。我要是输了的话，我不姓张，我告诉你。好，你就不姓张了啊，你姓郑。你去你的！我还没过门呢。
小郑怎么不来啊？连开炉缝合这种事儿都让他老板亲自做了。那这2天太辛苦了，昨天、前天、大前天啊，连续值夜班，让他好好回去休息一下吧。我觉得呀，休息是小事儿，陪女朋友是大事儿。老大，你什么时候心疼我呀？别成天把我拴在这儿啊，让我每天跟这儿手术耗着，我都没时间交男朋友，没时间在外边有一些社会接触了。你呀，你就保持住以往宽以待人的态度，保证有一天就能陷入情网，那时候老大会对你更好。我们小时候学的严以律己、宽以待人，这些做人的标准呢，都是当口号一样来背的。他长大以后才明白，其实啊，这些道理都是有用的。对别人要求松一点儿，不会总是失望；对自己呢，要求严一点儿，不会总是沮丧。这都是为你活得更轻松一些。啊，那些能够宽以待己、严以待人呢，都是领导，不能人人都是领导。所以说呀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，要从孩子的时候抓起。楠楠最近怎么样了？还行，我是希望他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。我们不能预期未来，顶多是掌握现在吧。去年休学了1个学期，这学期又让他去学校上课了。这一送去吧，就又后悔了。其实老大，你想开一点，目标明确一点。楠楠去学校读书，无非就是有一个环境，有小朋友玩，是吧？那不行啊，现在学校就是这么要求他的。可是他也有自尊啊，总是垫底，他也不快乐。我是希望他能够快乐。哟，手破了吧你？我来吧。哎，老大，这个病人有乙肝是大三阳，你打了疫苗没有？倒霉。要不怎么说术业有专攻呢？开颅缝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，老大这是太久不干粗活了。这针怎么那么容易弯呢？跟你没关系，是这批针有问题。不光你一个人，小杜、小郑他们也撅了好几回了。针呢还是一样的针呢，但是呢质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，估计是物价上涨，厂家也开始偷工减料了。今晚怎么又不接我电话呀？干什么呢？总是不接我电话。哎，你家 VIP 电话打了好几个了。你问他什么事儿？我接啊，你自己接吧。我这洗手呢。喂 ，VIP，哎，我们小户啊，你们家小户洗手呢。你要没什么私密的话，我帮你转达。哦，他一个朋友的爸爸病了，燕子让你看一下。你问他急不急？不急等明天。他问你急不急？急。1个小时以后，手术室外边等我，我请他吃饭。1个小时以后，手术室外边他等你，请你吃饭。他吃过了，问要不要给你打包过来。不用了，我回家吃。让他过来吧。他说他不用，哎，你过来吧。不客气，挂了啊，给你送过去了。好。下次我还要去那个地方玩。你喜欢吗？喜欢。那你什么时候想去，咱就去。啊，给你商量个事儿呗，领导。
什么事儿，小蜜？一会儿你送我回家以后，跟我一块儿回家呗。啊？你想什么呢？我爸妈想见你。不是，这太突然了，人家还没梳妆打扮。你已经够玉树临风的了，不用打扮。我没有心理准备。你这种工作性质的人，要什么心理准备呢？择日不如撞日，走吧。走，快点啊！你给我进来一下。进这儿啊？快点啊！买什么呀？老板，帮我拿个 iPhone 4。好的，您好，请问刷卡还是现金？刷卡。好的。白色的要16 G 的。好的。多少钱？现在4999。请问有没有密码？没有。怎么了？5000块钱，我们1个月的工资，你就这么打进去了？我不靠工资生活的呀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买这个 iPhone 4啊，我其实就是为了凑那积分兑换一个礼物。因为这个咱买了。哎，你都这么辛苦了，还有第二职业？我没第二职业，我们家条件挺好的。我爸我妈呢都是政府公务员，我爸还是一个建筑局的主任呢。你知道我爸说什么吗？我爸说没事儿，你学习好坏都没事儿。他就这么教你的？什么呀？我爸的意思是说呀，他能给我找着一份工作。前段时间有一个证券公司找我，我都没去。挺好的呀，又舒适，待遇又高。涉黄职业我不喜欢。神经病！证券公司涉什么黄啊？你想啊，他们员工都穿着黄马甲，这不就是涉黄吗？你再看我们护士，穿一身白，多纯洁，像不像白衣天使？而且我觉得白衣天使这词儿，你不觉得跟我形象蛮符合的吗？其实白衣天使就是个精神安慰奖，男医生也可以当白衣天使啊，对不对？再说了，这天使不就是个小男孩的造型吗？你说你一个女人整天穿着个白大褂啊，脸上戴着口罩，头上戴着帽子，谁能看出来你漂亮啊？对哈。你这么一说，要提醒我了。你说，如果我们护士都改成3点式的话，那是不是投诉少一点，男的就会多一些？你有病吧？当然不行了。到那个时候，所有的女病人啊都不敢让自己的丈夫来照顾，你得多累。所有的男病人呢都赖赖鸡子不走，那我们医院的床位怎么办？不得挤爆棚了呀？也对哈。再说了，就您这体型，我这体型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能说3点式吗？啊？好了吗？好了。讨厌。好的，这是您的小票。好。谢谢。走吧，走吧。一个手机你花5000块钱，我又没让你花，别墨迹了，行不行？结了婚以后你得省钱吧？你给我买。买。哎，我说，我觉得我空手去见你爸妈肯定不行，要不我去买点什么吧？你的智商和你的履历就是给我爸妈最好的礼物了。走吧。没有换衣服，怎么又忘了？在干什么？我在弹钢琴。继续啊。爸爸，你今天回来挺早的嘛，要不跟我们一起吃晚饭啦？今天出了点事故。做完手术缝合的时候，针扎到手了，对方是个乙肝患者啊。男性，年龄不小了。你怎么知道？这能看出来的吗？你蒙的吧？你从片子能看出年纪和性别呀64了。他真的是64岁，你怎么知道的？这脊椎和树一样是有年轮的吗？啊，哎，你教教我，真的，他真的64岁。你看这儿，陈冠中，男，64，不写着呢吗？真讨厌，害我白崇拜一场。我不值得你崇拜啊！
离这么近，打着灯，你能看这小字吗？那你视力为什么那么好啊？这就是职业素养。我看这行，上回你给我那剧本我就看不惯。我看文学作品我得看小说，抬头凡是有一个名字的，我看着都别扭。这瘤子，我现在看起来觉得是个良性的，但位置很麻烦，这个位置有危险，容易瘫痪。啊，那风险有多大呀百分之比较大。什么叫%比较大呀？就是%比较大。%比较大到底是什么意思嘛？哎呀，我们医院啊，现在不许大夫跟病人说百分比了，所以我只能跟你说危险比较大。那不是你们医院的规定吗？又不适用于咱俩之间。我没在咱俩中间实施，我是在咱们俩中间练习一下，就好像你开车总是左驾驶，突然间变成了右驾驶，总得试试嘛。那你就说一个简单易懂的嘛。好吧，咱们把它处理成最简单的。既然是你们家亲戚，我给你找一个最好的大夫吧。这是我们医院做这种手术最好的大夫，如果他都做不好，别人就都做不好了。这样是风险最低的，好吧？不过这个大夫现在只开熟人刀了，生人刀不开，我求他去吧，能换衣服去。那你们现在医院的医生都只开熟人刀啊？这算什么呀？这不叫医学腐败吗？这就叫腐败啊！你把腐败想得太简单了，这充其量就叫择优选择吧，对吧？你想想，他连熟人的刀都开不过来，他怎么可能开生人的呢？所以啊，看来什么事儿都讲究关系。我今生也得把我有限的精力都投入到搞关系当中。我现在认识一个医生吧，将来我再认识一个检察长、校长、警察、记者，够了。你要是不犯法，认识警察也没什么用；不生孩子，认识校长也没用。你认识个记者干嘛呢？记者才有用呢！你将来遇到不公平的事儿，你可以跟他说，这样呢，他可以帮你去曝光啊，不然你上哪儿去申诉啊，对吧？哎，你说有没有那种专门帮人家代理这些事情的？遇到这种事情啊，你就让他们去处理，就像那个演艺经纪人，我一般这种事儿我就让他们处理，给他钱就完了。看的这是演员吗？我怎么听着像名媛？什么？啊，没事。你怎么来的？哦，对了，我还没跟你说呢。我今天开车到你们医院的时候，正赶上你们医院高峰，人特别多，像菜市场一样。我就开车不小心把车刮了。撞得惨吗？一边算不严重，一边有点严重。啊？两边都给撞了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刚好一边蹭到对面那个车，然后一边蹭到院墙上去了，路太窄了。嘿，真有本事！我陪你下去看看。走。还行，蹭的不是特厉害，是因为你个子太大，没凑过去吗？
所以驾校学的每个科目都特别重要。为什么让你限速通过限宽门呢？就是叫你会车的时候要慢一点。我是没好好学，我全部技巧都是上马路现学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那你看周日把车开到4S店去，这个办法好吗？可以啊。你饿了吧？吃饭去。你不是吃过饭了吗？我吃过了，我还可以陪你再吃一顿。我开车。那你再给他加点甘露醇。啊，还不行的话，你再给我电话。有些人对疼痛是很敏感的，啊，但也不能排除脑出血，要密切观察。有问题再给我电话吧。没事了，小伤，主要是患者太特殊了，我当时就打了针了，应该是安全的，不会那么多巧合的凑一块儿。福无双至，祸无单行。也许所有的倒霉事情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。没这么严重吧？这种事儿以前经常会发生，这几年是少了。可是常在病房走，哪能不挨刀呢？对吧？为什么生病的不是我？为什么受伤的不是我？为什么肾衰竭的不是我？你是太累了，压力太大了。其实想想没那么糟糕。你想啊，我们家有自备的医生，有足够的医疗保障，要比很多生病的家庭好太多了，是吧？可是，我们到现在也没有等到一个合适楠楠的肾源。你不能这么想，你应该想，楠楠幸亏是在我们家，是在城市。要是在农村，在偏远的山区，缺医少药，他能拖到现在吗？我们现在不过是在等待时机。这么大的城市，这么多人口基数，希望还是很大的。其实你说的这些，我都懂。可是，一看到他难受的样子，这心……在生死面前，我们只能让自己更有定力。机会随时都会降临的。最近我们科里疯狂的在讨论一个人，这个人现在是红遍江湖了，是个说清口的演员，就像是单口相声。他有很多段子，但有一句话我很赞同。他说：“沙滩一躺3年半，今日浪打我翻身。”说的是股票，意思是要有足够的耐心，迟早股票会由绿变红。可我觉得这句话很鼓励我，很励志。谁能知道楠楠明天就不会翻身呢？机会是给随时展开笑脸的人，而不是愁眉苦脸的人。笑也一天，愁也一天。上帝也应该爱看笑脸吧。你确定那句话是说股票的？哪句？就是沙滩一躺3年半，浪打我翻身。是啊，都绿了嘛，应该拿出来晒晒太阳。我觉得怎么像是说王八的呢？有幽默感的人就有希望。哎，你的笑料不减当年啊。真好。好久没有这么笑了。
我得隔离自己3个月。自己早点睡吧。心情好点了，给我倒杯茶去吧。哦。吃饭的时间应该科学合理的划分开，要不然每次都在这拥挤着啊。老大，别找了，这儿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你的。给你筷子，筷子，没了吧？拿好了，姐。我们医院吃饭找饭盒的过程啊，充分体现了尝勺喂汤的精神，要不然怎么这么快就能找到自己的饭盒呢？老大，你这尝勺喂汤是什么意思？是啊。昨天啊，听了一个故事，患者是一个女的，家境很不错的。当年她顶住了各种压力，跟一个凤凰男结婚了。2个人一直扶持着过日子，日子过得还挺不错。可突然查出了这女的有脑瘤了。于是她就对丈夫说：“不要再在我身上花钱了，把钱留着养孩子吧，用在我身上不值得。”还有这么傻的人啊！千万别啊！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的前脚走，后脚有无数英勇的战士冲上去要抢夺他的胜利果实。像你这样的，不是像我这样的。什么是自己的？身体是自己的，命是自己的，其他一切都是假的，尤其是男的。我说梅小霍，你别乱讲话好吧？老大这还没说完呢。再者说了，你又没结婚，你知道什么呀？没结婚就不能发表自己个人看法，是规定的。你到底想听恐怖小说还是童话故事？我生活在恐怖小说里，但是我可以听听童话故事。能不能给我正常说话，别再装笨？是。这叫纠结。后来啊，这丈夫呢就拒绝了妻子，他就给她讲了一个尝勺喂汤的故事，说有一个巨大的桶，桶里边有半桶汤，桶边围了一圈人，他们都很饿，可他们喝不到桶里的汤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勺的柄太长，他们喂不到自己嘴里去。就在大伙儿饿得不行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发现，如果你喂我，我喂你，那么大家都能喝到汤。这个丈夫就对妻子说：“以前是你拿着长勺喂我汤，今天该我喂你了。”还有这么好的伙子啊？哪个单位的？干什么工作的？有没有同胞兄弟啊？你帮我打听打听。哎，老大，打听一下，好解决我这个大领导青年啊。兄弟没有，有姐妹。姐妹就算了，伺候不起。人家是上海大学一个年轻的教授。他老爸还能活多久啊？理论上讲7、8年吧，如果有足够的金钱支撑。要是7、8年的话，有点长了，要不然这男的还真不错啊。哎，你这说什么呢？刚才还可怜人这女的，现在盼人早死啊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这女的是挺不容易的。如果真的能死在这个男的怀里边，让他护送着走完这一生，我觉得是他的福分。哎，你说说，这现在都是什么世道啊？本来嘛是理所当然的事儿，现在却变成了感恩戴德。作为夫妻，本来就应该是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无论贫贱富贵、健康还是疾病，都应该守在一起啊！你说这样让我们再怎么相信婚姻啊？不懂，这跟结不结婚没关系。嗨，都在这儿呢。坐，是吧？
谁说夫妻就得有难同当，有福同享呢？放眼望去，真正又有几对夫妻做到了这一点啊？那你还着急着把自己嫁出去干嘛？一个人待着挺好啊。不是，我是看明白了这个问题，所以单着也是单着，俩人一块过不孤单。这什么道理啊？再谈论这个了，讨论点其他的事儿吧。老刘，我正好有个事儿想跟你探讨一下。别说刘子的事儿啊。咦，你以为我是霍思淼啊？什么事？昨天晚上把我可郁闷死了。我女儿小学3年级的作业我都做不出来。哎，不是我一个人做不出来啊，我医学博士，他妈一经济学硕士，我老婆，还有我父母，全都是教师，还教高中的。可是忙活了一晚上，字典都不够用了，把我都挤到网上去查去了。不至于吧？什么作业啊？那么难啊？有些困惑，任性在心的角落，隐藏自我。你喜欢独自承受，因为冷漠，爱在半空中坠落。拒绝感动，一股心当洒脱。你笑了，我快乐。